如果春天来魁北克，有一项传统不容错过，它就是蜂糖小屋。蜂糖小屋最早其实就是蜂糖农场里的农家小屋，每到蜂糖季，人们来这里聚一聚，吃一顿满是蜂糖味的传统餐。这一次，我们从蒙特利尔出发，去一家很有名的蜂糖小屋，不只是去吃一顿饭，而是在那里住上一晚。现在已经能够看到采集蜂糖的装置了。我们近距离的观察一下，这就是这个黑色的针打到树里面去提取蜂糖原浆，然后蜂糖原浆就会顺着管子流到集中的地方，接受后面的处理。这些枫树之间的管道最后都汇到这个小木屋来了，应该这里是蜂糖原浆的一个处理站。原来呢是在枫树上挂一个小桶，然后人力一棵树一棵树挨着的去收集的蜂糖原浆，但现在用这种管道的方式，就明显要高效很多。现在是下午5点半，到了我们的蜂糖小屋附近的停车场，现在大概零下15度左右的样子。我们今天应该就是住这些小木屋其中的一个。它这里有8个可以供食客和游客住宿的小木屋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这个小木屋的名字 Maisonnette sous bois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小木屋。这就是小木屋1楼的构造。1楼这里堆了柴火，这里有壁炉，里面是卫生间。我们去2楼看看吧。2楼这边阁楼还有一个床，这里还有浴缸、马桶。我们现在就打算去吃晚餐了。这是今天的主角——魁北克蜂糖。传统的蜂糖小屋最早是蜂糖农场里用来熬制树叶制作蜂糖的小屋。在漫长的冬天后，人们聚在这里，一边制作蜂糖，一边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。菜色简单朴实，大多是高热量、偏甜的食物，很适合在寒冷的冬天里补充能量。它们并不是什么精致的法式料理，而是农家的家常菜，朴实却很有分量。慢慢的，边做蜂糖边聚餐的习惯就演变成了今天的蜂糖小屋传统。
我们把壁炉点起来了，现在屋子里就更暖了一些。现在是早上9点，我们打算去吃早餐了。昨天晚餐之后，和这边枫糖小屋的主人聊天，他说我们住的这间小木屋是他的父母亲手造的第一间小木屋。他小的时候也常常来这里做作业、玩耍，所以对这里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。小木屋旁边这里就是堆柴火的地方，然后这里的桶就是为了接枫糖用的。看一看现在有没有？现在还没有。跟住了一个晚上的小木屋说再见。早餐的第一道甜点，这就是我们的早餐。3周后，我们又去了另一家枫糖小屋，看看这一次的体验有何不同吧。现在正是春冬的交替季节，田野里显得一片荒芜。这里枫糖小屋的餐厅旁边有卖农场自己的特产。等座期间，我们试了试这家的 Tir de Hable 雪上枫糖太妃糖。这道魁北克的特色小吃做法再简单不过了，将煮过的热枫糖汁直接淋在冰上或雪上，待冷却凝固之后，用小棍卷起来吃。这里就是传统的采集枫糖的地方。这就是源源不断的滴出来的枫糖原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枫糖小屋。魁北克是世界上最大的枫糖产区，生产了全球大约70%以上的枫糖浆。春天一到，枫树开始流出树叶，这也让人们有了聚在一起的理由。甜味、雪地、长桌和音乐，在漫长的冬天之后，迎接慢慢萌芽的春天。这大概就是枫糖小屋存在的意义。